师傅，你看文才一个人在这看着有多开心呢、什么唱给鬼听？你骗鬼啊？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没开眼看不出。原来这场看似冷清的戏，竟是专门给鬼魂们唱的。相传每年7月15这天，阎王爷会命人打开地府之门，让鬼魂来到人间享用贡品。因此，一大早九叔便着急忙慌的晕头转向。如今的他不仅是茅山道士，还收了地府抛来的橄榄枝，成了专门负责印冥币的银行大班。大徒弟秋生双手并用，正在印刷所需的地府冥币。看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金额，秋生忍不住感慨道：“我靠，5000两，给我就发财了！那全拿去吧，用不着客气。对了，师傅，去年不是印4000两吗？为什么今年印5000两？现在物价上涨，上面什么都加，下面应该加点吧。看来不管是人还是鬼，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所有的冥币印刷完之后，九叔还要写一份诚信书，保证绝不弄虚作假。之后签字摁手印。秋生也在这个时候得知了师傅的本名。对呀，原来师傅的真名叫林凤娇啊，真好听啊！阿娇，阿娇，阿娇哎！嘿。阿娇的好听是不是？我警告你啊，如果有人知道这名字，我唯你是问。九叔威胁完秋生后，就让他把诚信书以及用来打点的冥币全都烧给地府。直到这时候，九叔才发现一晚上都没看见二徒弟文才。秋生回答：“文才去看戏去了。”九叔听完有些无语，因为中元节晚上的戏是给鬼听的。果然，另一边戏院台下只有文才一个人。不知其中缘由的他还在感叹自己运气不错。九叔带着秋生匆匆赶到，才发现文才正开心的连连鼓掌。这让秋生开始怀疑师傅是在编瞎话骗自己，因为他一个鬼影都没看到。九叔解释是因为没开眼，于是拿出2片柚子叶贴在秋生的眼睛上方。在看向戏台下时，文才的身边早已站满百鬼，4名鬼差守在后方，防止个别鬼魂心术不正。可老话讲得好，只有懒死的人，没有饿死的鬼。文才满满的阳气，很快吸引了女鬼的注意。女鬼咽了咽口水，准备动手，突然被从天而降的另一名紫衣女鬼打断。见对方长得比自己漂亮，女鬼即使再不舍，也只能默默离开。紫衣女鬼对着文才吹了口气，让他开了眼。可就算是这样，文才也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儿，反而和女鬼唠起了家常。你第一次来啊，唱的不错啊。台上的演员都懵了，九叔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因为一旦戏唱完之后，鬼差就会把鬼魂押回地府，到时候文才的魂被勾走，他也没招了。九叔拿出红绳系在秋生的手腕上，让他进去把文才带出来，并且嘱咐道：“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，你一定要假装听不到、看不到。你抓住文才，我就会扯红绳把你们给引出来。记住，红绳可千万不能断，断了会怎么样？你就回老家了。对不起，站着啊。”看不到，听不到。好在这年头怪事儿很多，鬼魂也没把秋生的礼貌当回事儿。好不容易找到文才，秋生本想继续装看不见，不料女鬼一个眼神把他迷得里倒歪斜。哇，小姐，你好漂亮啊！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。小姓刘，叫秋生。秋生在美色的诱惑下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任务，不管九叔怎么扯红绳都不给予回应，反而一把扯到了红绳。女鬼说她叫小丽，是为了躲避逼婚才逃到这里。听到这番遭遇，秋生和文才生出英雄救美之心，他们将4位鬼差当成了前来抓捕的人，趁对方不注意时将符纸贴在鬼差头上。台下的鬼魂看到这一幕，立刻开始四散而逃。见2个徒弟闯了祸，九叔急忙站起来救场，但现场十分混乱，尽管他有一身的本事，也无处施展。此时的秋生和文才还不知道自己酿了大错，趁乱的时候跟着小丽跑了出来。终于重获自由后，小丽向2人解释了缘由。见他是鬼不是人，文才开始有些后怕，但秋生却已经情根深重。在离开之前，小丽教给他们一句咒语，表示只要念出咒语，自己马上就会出现。说完，小丽消失。秋生带着文才不舍得离开，可他们刚打开门，却发现鬼差正在屋里为今天的事情要一个说法。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九叔只能先压抑怒火，先把鬼差打发了再说。于是他吃下泥丸，切换语言交流了起来。怎么样？师兄，师傅怎么会说鬼话？闭上嘴，听人说嘛。不，听鬼说。双方交涉了好一会儿，最终九叔答应赔钱以及抓回所有的鬼魂为条件，这才将鬼差打发走。但逃走的鬼魂不是1-2只啊！九叔决定找人帮忙，他在院子里摆下法坛，向自己的师兄弟们发去求助信息。好在九叔平常人缘挺好，大家也愿意帮忙。不过最终决定权落在了大师兄的手里。作为茅山派的大弟子，大师兄的实力不容小觑。和他的名字一样，大师兄的性格也十分刚硬，说好听点就是直不愣登的，但实际上却狠厉绝情。他对九叔一向看不惯，当即就用这件事给了他一个下马威。这件事是谁搞出来的？是我2个不成才的徒弟，文才、秋生。什么叫做不成才呀？师傅，也就是蠢，或者是笨，或者是驴，再不就是白痴。
你说两个徒弟一时大意，焦土无方，难道就凭大意就可以推卸了？知道大师兄想刁难自己，九叔只能默默承受。毕竟埋汰他几句，把鬼抓回来也算不错的买卖了。经过众人商议后，决定启用先天八卦阵收鬼，以至于引鬼的诱饵呢，当然就是秋生文才莫属。毕竟二人做事二人当，但这俩人显然没有意识到错误。很快，色令智昏的他们不小心将计划全盘托出。等到了街上没人之后，秋生和文才在街上卖豆腐，因为豆腐属阴，鬼魂最喜欢豆腐。第一位顾客很快出现了，是之前迷惑二人的女鬼小丽。见他们卖的是豆腐，小丽就想尝尝，不料却遭到了阻止。秋生对小丽一见钟情，当即把秘密说了出来。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这豆腐是黄豆做的，不过这里面又加了一点红豆，所以说豆中有豆，鬼吃了以后就会浑身发抖，容易抓了。秋生还在侃侃而谈，殊不知鬼魂已经出现在背后，将计划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无法转世轮回，如今好不容易逃出来，自然不愿回到地府。于是当即就对秋生和文才展开了追杀，二人也决定将计就计，将鬼魂引到阵法所在地。众位道长开始动手，用法器将其一一收服。但大师兄却动了杀心，他使用闪电雷奔拳将鬼魂打了个魂飞魄散。九叔上前劝阻，如果因为闪电奔雷拳打中的话，这些鬼魂将永不超生。可不说还好，一说大师兄更急眼了，他认为斩草就得除根，并指责九叔过于同情心泛滥。其他道长都知道大师兄的脾气，知道劝阻没用，只能加快手上的动作，只能想着救几个算几个。这时小丽也跟了过来，不料被大师兄看到，成为了下一个目标。闪电劈过去的瞬间，被九叔施法拦下。大师兄见状，将怒火撒到别的鬼魂身上，这下俩人的关系更僵了。忙活了整整一夜，所有的鬼魂都被抓获，然后送回地府，当然小丽除外。等到天亮之后，九叔开始兑现第二个条件，他将所有的冥币搬到院子里，给4个鬼差烧了下去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不会追究秋生和文才将鬼魂放跑的事。但经此一事，九叔的积蓄赔给里倒外斜。为了仨人以后不喝西北风，他接了一桩替人看风水的活。钱老爷是当地数1数2的富户，正是所谓越有钱的人越信阴阳风水。钱老板最近开了家餐厅，该做的宣传一样没少，但生意就是不行事儿，这才寻思找九叔帮忙。一番客套之后，钱老板开始询问价格。对了，不知道九叔替人家看一次风水要收多少钱呢？500个大洋。秋生本想着狠狠宰对方一笔，不料他刚刚说完话，大师兄就走了过来。他也是来看风水的，但开价只要10个大洋，双方的价格悬殊50倍。钱老板有钱，但是不傻，当即选了大师兄。这时九叔突然发现大师兄的徒弟石少坚趁人不注意，偷偷扯下钱老板女儿玛丽的一根头发。同样的招数之前秋生对队长阿威用过，于是九叔提醒大师兄：师兄小心点，你徒弟心术不正。只需偷取美女的10根头发，就能将对方炼制成听话的傀儡。九叔一眼就看出大师兄徒弟的心思，没想到大师兄嘴上说着没事儿，转过身就叮嘱徒弟要小心。看来这样的事石少坚做了不止一次，而大师兄都是知道的。九叔害怕石少坚有所图谋，于是让秋生和文才偷偷盯着他。果然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石少坚来到一处荒山野岭，秋生文才躲在暗处。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一张符纸，将扯下的头发包在其后，开始施法。与此同时，前府的美女玛丽毫无征兆地晕了过去。石少坚用灵魂已离开肉体，来到玛丽的闺房。看来他打算做个采花大盗，回去找师傅已经来不及了。秋生和文才索性念动咒语，将小丽给叫了回来。3人商量一番之后，决定给小10个教训。文才将躯体搬走藏了起来，秋生则和小丽一组前往前府拯救玛丽。可就在他们走后，文才就遇到了野狗，一人难敌3狗的文才拔腿就跑，石少坚的躯体也因此被咬得面目全非。而另一边的前府，小丽伪装成玛丽，将灵魂出窍的石少坚好好教训了一番。自知自己不是对手，小石只能落荒而逃。可他回到施法地时，发现自己身体没了。九叔正坐在家里打坐，突然觉得心神不宁。他掐指一算，秋生和文才跑了过来。经过上一次事情之后，俩人也知道了大师兄的性情，于是赶忙将事情告诉了师傅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九叔立马让俩人去找回躯体，自己搁家里招魂。石少坚的三魂七魄，快回来！回到老地方，街头街尾一股魂，床上床下一股魂，房前房后一股魂。等到念完咒语之后，小石的三魂七魄果真回来了。为了能给大师兄一个交代，九叔先将魂魄收了起来。另一边的秋生和文才再次找到小丽帮忙，利用鬼魂之间的心灵感应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小石残缺不全的躯体。为了能将过错减到最小，二人找了个面具给石少坚戴上。见到最爱的徒弟如今变成这个德行，大师兄的心里燃起了熊熊怒火，但又因为九叔等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石少坚图谋不轨，他也只能把面子工程做好。我这个徒弟是罪有应得，现在躯壳找回来了，魂也招回来了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
哎呀，师伯真是深明大义呀！见大师兄没有追究责任，秋生也是见坡就下，甚至一口答应了帮忙寻找棺材菌的要求，速度之快到连九叔都来不及阻止。话已经说出口，如果反悔就不礼貌了。没办法，九叔只能带俩人来到僵尸林，打算从僵尸王的口中拿到怨气所化的棺材菌。可这个东西是一团气体，所以只能用嘴吸出来，谁也不想和僵尸王嘴对嘴。但事情是秋生和文才干的，俩人就算再不情愿，也只能硬头皮上。好在今晚没有月亮，僵尸们都安静地躺在棺材里。可就在秋生和文才找到冒着绿光的僵尸王棺材时，原本被乌云遮挡的月亮突然显现出来，棺材里的僵尸全都跳了出来。原来是大师兄在家中正在施法，找到棺材菌只是幌子。他最主要的目的，打算借僵尸之手杀死九叔三人，来替自己的老徒弟报仇。此地的僵尸生前都是土匪，生性残暴且嗜血，此刻都跪在地上，对着天上的月亮跪拜。九叔反应过来后，立马施法遮挡住了月光，并用一轮纸月亮拖住了僵尸大军。文才一个不注意，就被秋生摁着头吸走了僵尸王口中的棺材菌。但棺材菌是极阴之物，文才含在嘴里，感觉自己吃了一口冰，实在坚持不住后，他就将棺材菌渡给了秋生。两个人你给我，我给你，还没等走出僵尸林，意外就发生了。为了将九叔等人置于死地，他故意隔空施法，将正在熟睡的僵尸王给唤醒，场面瞬间乱了起来。由于要采摘的棺材菌是极阴之物，导致众人不得不互相传递。最后文才实在受不了了，将棺材菌渡给了九叔。九叔虽武艺高超，但也无法克服阴冷情况下对付难缠的僵尸群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秋生。就在九叔冲过去的瞬间，秋生被僵尸扑到一旁，九叔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和小丽来了个亲密接触。直到意识到触感不对，九叔这才知道渡错了人。但小丽是鬼不是人，棺材菌对他没有伤害。相比于九叔的手足无措，小丽显得十分淡定，甚至还有点小激动。两个人间的尴尬又羞涩的氛围被扑过来的僵尸王打断。凭借着多年的对战经验，九叔很快就解决了僵尸。随着僵尸王被炸成碎片，大师兄的阵法也随之被破。等到危机解除时，小丽一脸娇羞地走了过来，对九叔的称呼也变成了林公子。回想刚刚的一吻，九叔显得有些不自然，只能赶忙转移话题。你怎么还含着棺材菌？快点吐出来！我不要跟你嘴对嘴，我要跟他。于是，在众人羡慕及不解的目光中，小丽深情地吻上了九叔。一吻结束之后，师徒仨人带着棺材菌找到大师兄。刚刚施法没有解决到三人，大师兄恨得牙痒痒，但不能表现出来，只能目送三人离开。走到半路时，小丽跟了上来，开始向秋生和文才打听九叔的情况。说真的，你师父多大年纪了？应该40了吧？那就是大我3岁了。你不下37啊？我死的时候20，不知不觉的死了17年。对了，你师父讨老婆了没有？没有吧？想找婆家了。不管九叔怎么驱赶，小丽都要跟着他回家。别人觉得严肃不苟言的一面，却对小丽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可能这就是中年大叔的魅力吧。他不顾九叔的劝阻走进院子，下一秒就被收到坛子里。可就算这样，小丽也爱得死去活来。被封在坛子里，也阻止不了他唱情歌，用来表明自己的心意。九叔彻底是懵了，入行10几年，从来没怕过什么妖魔鬼怪，但对小丽死活下不去手，只能拿钱答复对方。不料小丽不要钱就要人。就在九叔被纠缠的时候，大师兄开始了复仇计划。作为茅山大弟子的他，不惜施展邪术要救活徒弟，抓了4个女人，她们都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。至少间只要吸了她们的血，再加上棺材菌的作用，就能彻底恢复。无缘无故死了的人，还是被吸光了全身的血液，很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九叔在检查尸体时候，发现了街上遛弯的石少坚。秋生想起他被咬烂的尸体，当即觉得不对劲儿。为了试探石少坚是人是鬼，九叔拿出了一根小银棒，让秋生去戳石少坚的阳穴。银棒子直接插入石少坚的身体，他一点反应没有。看着发黑的银棒，九叔推测他既不是人也不是鬼，而是靠着吸血维持人形的尸妖。再联想发现的尸体，九叔心里有了推测。秋生和文才本想报警，但发黑的银棍并不能作为证据。根据尸体脸上写的咒语，警察第一个怀疑到了九叔。我怀疑这件命案是懂得奇门遁甲的人做的，最可疑的人就是九叔。
有任何发现立刻通知我。虽然人不是自己杀的，但被怀疑总是感觉不好。九叔只能赶快离开，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也为了无辜的人不再受牵连，九叔打算熬制百宝汤，先把石少坚摆平再说。说的是100种宝贝，一个比一个奇怪，狗屎、头发、指甲通通往里放，等到锅里的颜色乌漆麻黑，百宝汤也就熬好了。秋生和文才跟踪了好几天，终于在一个夜晚找到了机会。百宝汤刚泼上去，石少坚现出了原形，恼羞成怒的他立即就对二人展开追杀。好在九叔及时赶到，用八卦镜逼退了石少坚，知道1打3不是对手，石少坚跑回家。原来他和大师兄不只是师徒，更是父子。就在这时，九叔带人赶到，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，大师兄选择了大义灭亲。爹，好疼！大师兄，不用再说了，他作奸犯科，死有余辜。我们也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哼，我又没有责怪过你们。九叔就在这时候才知道自己喊了10几年的大师兄居然有个儿子。大师兄嘴上没有责怪3人，可等他们离开后，心里越想越气，自己再次施展邪术，将石少坚变成僵尸。为了自己的计划万无一失，大师兄又召唤出丧尸帮忙。九叔也没有放松警惕，多年相处下来，他知道大师兄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于是回到家后立刻着手应对。他拿给秋生和文才一人一只贴了符纸的大公鸡儿，让俩人有多远走多远，并且表情严肃地说道：过了今天晚上，或者我们可以再续师徒之缘。过不了呢。师傅，您老人家保重啊。不料秋生和文才还没走出小树林，就遇到了已经变成僵尸的石少坚。在符纸的作用下，石少坚将2只大公鸡当成了秋生和文才，当即扭断了脖子喝血。这一伎俩很快被大师兄识破，丧尸很快找上门。九叔让2人再坚持一会儿，自己去准备一点东西。可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，秋生和文才使用了浑身解数，依旧落了个被包围的下场。九叔见状，只能求助鬼差，但对方向来是无利不起早，想要请他们帮忙，只能再次动用超能力。把这个丧尸弄中下去，这多少钱？虽然九叔目前没钱，但好在鬼差同意分期。看在支票上的4000万两，4个鬼差开心的有了表情。九叔却说起来国粹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你说脏话！拿钱办事是工作态度，鬼差绝不含糊，挥舞几棍子轻松解决了丧尸。就在秋生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时，石少坚突然出现，对付丧尸不行，制服僵尸九叔可是专业的。但奈何秋生和文才是猪队友，关键时刻总掉链子，陷阱没能抓住他，反倒把九叔吊了起来。放也不是，那不放也不是，眼看着俩人实在没用，小丽只好现身帮忙。但好在这样的事没有发生第2次，用巨大的符布盖住石少坚后，九叔请了祖师爷的拂尘，将石少坚打个魂飞魄散。一而再的失败，加上失去儿子的悲痛，让大师兄彻底恨上了九叔。一气之下叛离正道，成为了披头散发的魔头。他将闪电聚集手心，杀到九叔的面前。见大师兄成了这个德行，九叔心里五味杂陈。大师兄，我还算是你师兄吗？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时间，林凤娇，我要你血债血还！闪电奔雷拳的威力巨大，就是九叔也接不下一招。第2招打在小丽身上，第3招打碎了祖师爷的雕像。茅山同门的情谊在这一刻彻底粉碎。九叔不再手下留情，他带领着秋生和文才捡起地上的八卦，小丽则取下墙上剩余的部分，4人齐心协力将八卦形成整体。此时的大师兄也彻底癫狂，他凝聚全身的力量，使出威力巨大的一招闪电奔雷拳。九叔4人被强大的力量打飞，不料闪电在八卦镜的折射下调转了方向，击中大师兄，也算自讨苦吃。为了报答小丽的付出，秋生建议九叔以身相许，小丽立马快速变装，成了身着红嫁衣的新娘子。九叔哪见过这阵仗，当即拔腿就跑。和僵尸先生不一样的是，这部电影被女鬼青睐的不再是唇红齿白的秋生，而是散发独特魅力的九叔。人鬼殊途是九叔一直恪守的信条，仅以经典怀念逝去的林正英先生。